我打算向我父母他们说，这辈子我就只要你一个，让宏宇搬走，好不好？请神容易送神难呐，何况你真的舍得吗？我只想和你重新开始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而且啊，这花房我已经住腻了，你就让我搬回去吧。我发誓，我以后绝对不会让你伤心了，答应我好不好？怎么了？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担心若欢已经掉进爱情的陷阱，无法自拔了。或许没你想的那么严重。他爱的那个人是黎少峰，我们都知道这个黎少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若欢不是他的对手，黎少峰根本不会看中从乡下出来的若欢，除非他喜欢呛口辣椒味。这正是我担心的。若欢不懂人心险恶，一定会被迷惑的。不行，我得再找他说说。哎，这样吧，我陪你一起去吧。反正我已经决定了，不管怎么样，同睡同住，形影不离。好了，油腔滑调的。你不是还有一大堆战乱时期杜氏实业的紧急预案要处理吗？我去就来了。哎，等等，我送你。好肉麻呀，才几步路啊，让人家看见笑话。二哥，若欢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二嫂正在到处找你呢。二哥，我来有要紧的事跟你商量，我要给小侄子取名字。起名字这种事哪轮得到你啊？家里啊有资格的人一抓一大把，你啊就别瞎操心了啊。哎呀，我说的不是玉婉嫂子肚子里的宝宝，我说的是红雨嫂子肚子里面的宝宝。她怀孕了？怎么没告诉我呢？她得瞒住你这个粗心的丈夫啊，否则她会遭到毒手的，就像我小时候遭到毒手一样。玉婉，你听我解释。大哥，你现在应该跟红玉嫂子好好解释解释，她更需要你的关心。你闭嘴，别管那么多了。玉婉，哎，二哥，玉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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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云堂，红雨，怎么了？我很难受，你能送我回去吗？小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外面大乱，开始打仗了。怎么了你？小姐，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肚子里的孩子，不管姑爷对你怎么薄情，为了孩子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那年秋天，江浙战争烽火弥漫，杜氏企业受损严重，我的心也被红雨怀孕的消息炸得千疮百孔。
为了恢复生产，我和允堂各自为杜家奔走着，却谁也不敢再触碰婚姻中的那道裂痕。我想，我们再也回不到亲密有间的过去了。3个多月后，参战各方接受调解，暂停了战火。杜家也终于在战火的夹缝中得到一丝喘息的机会，随之而来，抵制洋商、支持国货的呼声也越来越大。哎呀，不就是你那点日本布卖不出去吗？你至于急成这样？你懂什么？现在是各国势力在上海洗牌的大好机会。法国人弄了个金珐琅案，占了金融先机，我们大日本帝国绝不能落后。我们不仅要冲破帝制，占领纺织市场，还要拿下黄浦江两岸最有价值的码头作为军港。哎，其实啊，我有一个好主意，不如你拿一些上等的日本布料到我们金屋来，我为你办一个最时髦的服装 party， 然后把我那些掌管海军、海关、码头的洋女婿们都请过来，一起商量一下京邦街码头的事宜，一举两得。你看如何？很好，有你这个小金库，带领上海纺织品流行市场，好主意。说起来呀，这个主意还是你女儿以前的那位钢琴教师出的呢。你是说李少峰？对呀，这个李少峰啊，一心想娶杜若欢。他还建议我搞 party， 说是要正式进入我们的上流圈子，跟您进一步合作，一块儿做点大事儿。既然李少峰愿意为我们所用，就可以让他得到杜家，爬上更高的位置。如果他敢背叛大日本帝国，那么我就会毫不留情地杀了他。红姨娘，你今天又给我带了什么好东西啊？毛毛雨，想听吗？若欢，快听听看吧。来，走。这样。若欢，你听听，这是不是在唱你和李少爷呢？讨厌，红姨娘，你又逗我。唱的是你和我二哥，你听，爱悠悠，我的爱，我的爱，讨厌，唱的是你呀。若欢，你听我说，你千万别犯糊涂，毁了自己。这些东西根本不适合你，只会诱惑你做荒唐的事。你不能再任性下去了。红姨娘对我很好，随便我任性下去。她呀，才是我的好二嫂。红雨在教你如何接近黎少峰，目的不纯。如果你中了他的圈套，很可能要为此付出终身的代价。果然，你竟然用这种男欢女爱的低俗杂志来影响若欢的爱情。红雨，
你要为你所做的事做出合理的解释。二少奶奶，我只是不忍心若欢受相思苦，没想到这样也触犯了你的忌讳。在这个家里，我真是说也是错，动也是错。若欢妹妹，恐怕我以后再也不敢来找你玩了。你不要走，你走了，在这个家里我一个朋友也没了。你不要走嘛。红雨，别挑唆若欢给你当枪使。我发誓，我对若欢她没有一点点坏心。如果你钻研着打扮，而不去认识外面的世界，就只能把命运寄托在男人的身上。若欢，你愿意一辈子做井底之蛙吗？去外面看了大世界又有什么用啊？妈妈，女人一辈子的事业，就是要把男人拴在自己的裙角上。二太太，要想赢得男人的心，就应该平等自信地站在他面前。是啊，你和允堂倒是平等了，可允堂呢，却在你的眼皮子底下让我怀上了孩子。二少奶奶，我还真是不想让若欢学你的样子。你连允堂的心都抓不住，还怎么当将士奶奶呢？二太太，我们都知道，若欢看上的是个什么人。那个人心思缜密，城府极深。以若欢的透明应对他的心机，您觉得有几成把握？黎少峰的确挺精明的。若欢呐，听娘的话，除非黎少爷上门求亲，娘不许你凑上去追求他。啊，听娘的话，乖。即使不信我，也要信你亲娘啊。若欢，不要走错路，这段时间就不要再出去了。不行，爸爸答应我出去逛街的。不行，我不要，我就要出去。哎呦，我的宝贝，凭什么不让我出去？别闹了！你说你要被黎少峰给勾引坏了，会身败名裂的。哎呀，别闹了，我的女儿，宝贝女儿啊！要不这样，娘啊，让厨房给你做几道你喜欢吃的菜，你说好不好？啊，别闹了啊！若欢，我再让厨房做一道你最爱吃的德国猪手，外加1块奶油蛋糕，好不好？2块，不行，3块奶油蛋糕。好，3块就3块。不过，以后你吃胖了可别怪我啊。快来！哎呀，不行，我答应二嫂不出门的。若欢妹妹，你想想，是你二嫂的那几块奶油蛋糕重要呢，还是你和黎少爷的约会重要啊？嘿，想不想去啊？想不想去啊？想去吗？就你这点小心思啊，还想蒙糊我？哎呀，黎少爷啊，他在信上可说了，他想约你品尝今晚的星光。你们2个人啊，可真让人羡慕。星光的味道你能品尝吗？黎少爷他很浪漫是不是？若欢，黎少爷他可说了，在角门外不见不散，黎少爷在等着你呢，快去。哎呦，你看啊，有人把着门，我怎么出去啊？哎呀，谁让若欢妹妹和红雨是好朋友呢？我啊，就设法帮你吧。来，过去。哎，你，过来。红姨娘，我有事跟你说。你看啊，看，
那几块砖看见了吗？哦，歪到一边去了，去找人把它修一修啊！好好，我马上去，马上去。快去啊！哎，好好好。若欢，少峰，跳吧，没事，我怕。不用怕。你要是摔断了腿，我照顾你一辈子。来，没事吧？你看，就这儿，好好休息休啊。哎，好嘞，走。我的鞋哪儿去了？你会不会嫌弃我啊？我从小在乡下打赤脚，我的脚在田野里长大的，是不是很丑啊？冬天冻得直哆嗦，夏天烫得在地板上跳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当然知道了。你是在拍我吗？我是在拍星光的味道。味道也能拍出来吗？我本来以为我拍不到，但是我看到你许愿之后，我拍到了。你是说，我就是星光的味道？你像大自然一样淳朴、美丽、善良，你是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。敢不敢跟我去个地方？夫人，李少峰来了，还带来了那个乡下丫头杜若欢。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啊？这里不是好地方，我差点被他们给绑架了。若欢，我会骗你吗？如果你不相信我，我现在就把你送回家，以后你就再也不用冒着危险跟我约会了。不要！那就相信我，我会让今天这里所有的人对你刮目相看。我会让你成为今晚最光彩照人的公主。我真的可以吗？当然。
海滩鼎鼎有名的杜瑞达，你们不许围着李少爷，听到没有？他是跟我一起来的，你们都给我走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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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吧？会跳舞吗？金夫人骗我来这的时候教了我一点儿，可是他们都说我跳得很难看。来，没关系。我要让你变成这里最出色的女郎，他们再也不敢轻看你，因为你比他们都美。哼，黎大公子，我的养女婿们都在西燕市休息呢，我想他们会很乐意见到你这个杜瑞达的准女婿。我有很多漂亮的礼服可以借给你，杜小姐也不想丢黎大少爷的脸吧，是不是？请吧。若欢小姐是什么时候出去的？大概2个小时前，她自己爬树出去的。二少奶奶，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！一个大活人爬树出去，你说不关你的事，关谁的事啊？这二少奶奶，这我不能说呀。云堂，你先回去吧，若欢的事我来处理。管好若欢，是我的事，不是你的。我会找回若欢，给父亲一个交代。如果父亲因此惩罚我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你还在生我的气是不是？你不肯原谅我一时糊涂干的蠢事，是不是？快给我备车，我要去找若欢。你敢给二少奶奶备车？马上给我滚蛋！杜允堂，你非要拦着我找你妹妹吗？我就是要拦着你，就是不想让你操劳。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吗？年轻人，你当过沈支配的军需长，你告诉我，他敢和外国列强作对吗？沈支配出身梨园，地位可谓低贱。如果没点本事，当不了上海王。他是那种在盛怒之下不计任何后果，为了尊严不惜血流成河的人。请不要以为他会对列强无条件让步。如果敢向列强宣战，沈支配必败。我认为沈支配也许会赢得这场战争，但他肯定赢不了在座的各位，因为在座的各位能操控各国政府的支持。只要你们愿意支持我，我就可以取代了沈支配。只有我成了上海王，大家都能分得到好处。很好，讲得好，果然是识时务者为俊杰。黎大少爷居然这么快就打动了森下先生。全靠金夫人言传身教，让我进步神速。
别想跟我耍阴谋诡计，我能造就你，也能毁了你。来，坐。李少峰，他是谁？我是杜瑞达的女儿杜若欢。这位小姐现在的身份是黎大少爷的女朋友。哦，欢迎杜瑞达的乘龙快婿加入我们。少峰，现在太晚了，我怕爸妈发现我溜出来，该回去了。我还就怕他们不知道。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尤其是你的父母，我们相爱了。这不是真的吧？我没听错吧？你真的爱我吗？当然了。爱情的味道，原来就是星光的味道，好美，好美。红雨过来。翠林，拿出家法，让红雨知道她自己错在哪里了。红玉，自从蒙太太恩惠，进杜家当了姨娘，我就不敢多说一句话，不敢多走一步路。这次不小心让太太您生气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我求求你，就饶了我吧。大姐，红雨一向听话，你就饶了她吧。她都快把你的女儿给拐卖了，你还替她求饶？翠林啊，翠林，你长点心眼儿好不好？你看看几点了？你看看几点了？若欢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如果今天晚上她在外面跟黎少峰鬼混一夜，怎么办？大妈，我弟弟怎么说也是个世家公子，不会做出什么伤风败俗的事儿的。他算哪门子世家公子啊？小老婆生了一个贼子。嫡母才死多久啊，就串通红雨来勾引若欢。你们想想，如果若欢名节坏了，他又不肯娶若欢，怎么办？我们杜家的大小姐，她想求还求不来呢。你以为她求什么？她求什么？她求杜家的钱，杜家的股份。你以为她求你的女儿杜若欢吗？如果杜若欢她手里的股份被算计了，你们想想，她对得起老爷吗？你们都对得起老爷吗？母亲，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，我更担心允堂不能把若欢顺利的带回来。你知道黎少峰会把若欢带到什么地方？如果那个地方危险，那允堂怎么办？是我失职，父亲让我管教若欢，是我没有尽到责任。啊，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有玉婉的责任，也不能全都怪红雨啊。别装了，红雨，起来，老老实实的挨家法。太太，红雨不能挨家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也怀孕了。黎少爷这几年可是叱咤风云的人物。哪里，山上先生过奖了。陆二少爷，以后我还要向你多多学习。若欢，哟，杜公子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蔷薇，
快给杜公子拿他最喜欢的杜松子酒。是。等等，戚夫人，我没空跟你绕圈子。若欢，跟我走。二哥，你就让我在这待会儿，就一会儿。杜允堂，我保证这里没有人敢伤害若欢，让他玩一会儿，一会儿我送他回去。李少峰，离我妹妹远点。你对我有偏见，我对你没有偏见，可是我看穿了，你对若欢的爱情是假的，你想通过若欢接近杜家，骗取若欢名下的股份，去讨好你的日本主子。二哥，不许你这么说他，少峰是最好的人了。若欢，我好心奉劝你，杜家不能只守着华商商会，想要没有风险的赚更多的钱，必须争取到洋人的支持。为了若欢，我们能不能忘记以前的仇恨？这里的男人大多数是金夫人的养女婿和情夫吧？他们利用枪炮和不平等条约抢走中国人的血汗钱，你还想把他们当成自己的靠山，卖国自立？若欢，走，跟我走。杜少爷，我跟少峰在一起。给我一个面子，让你妹妹多玩一会儿吧。我从来不会给东洋鬼子面子。如果你们杜家都像你这么不识时务，就不怕遇到天灾人祸？你是在恐吓我啊？李少峰，你听着，如果你再敢用任何方式来诱骗我妹妹，你给我记住，我会控告诱拐良家少女。我是真心喜欢你妹妹若欢，你恐吓不了我。这是你说的吗？那你就等着瞧吧。走，跟我走。二哥，等一下，走。二哥，你不要告他，我换衣服跟你回去，不行吗？二哥，如果你这么做的话，我还非追求若欢不可了。白日做梦。少峰，你要来啊！你一定要来啊！少峰，你要来啊！少峰，太太，允堂少爷和若欢小姐回来了。允堂，妈，我回来了。你这傻孩子，全家人都在推卸责任，你呢，就知道去堵这个枪口。爸爸答应我出门逛街的，你们不让我出去，没有办法了，我只能翻墙了。你二哥舍生忘死地挽救了你的名誉，你居然感觉不到羞耻，你还嘴硬。现在是民国了，杂志上都说爱情是美好的感情，不是羞耻。你懂什么爱情啊？谁告诉你这些谬论的？嗯？是二嫂，她说女人要见识外面的世界，不要做井底之蛙的，所以我就跳出井找我的爱情了。我是告诉你，真正的爱情是平等的，是有尊严的。如果你学不会自尊，就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爱情。妈，我相信玉婉没有教若欢。与黎少峰约会，是若欢自己领悟错了啊。这个可以怪若欢。那红玉怀孕的事儿，她又能怪谁？那个是我错了，别提了好不好？婚姻的事儿，从来就没有一个人的错。允堂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迷恋红雨，是玉婉的失职，允堂的糊涂，红雨的下贱，三个人都有错。允堂没有错，二少奶奶，她更没有错，错只在我一个人身上。允堂一直在我的面前
赞叹二少奶奶的贤惠。他们2个人相敬如宾，全家人也是有目共睹的。但是，有一种感情，实在是情不自禁。原来是情不自禁。你给我搬出去！云堂哥哥，如果你不爱红姨娘，那她为什么会怀了你的宝宝呢？若欢，你们都太虚伪了，为了杜家的面子，容不下真正的爱情。妈，母亲，你敢打我？你再打一下试试看！若欢，我不怕你，我辣死你！老妖婆！若欢，跪下！跪下！大姐，容妈，拿家法来。是。太太，家法到。允薇，按住你的妹妹。大姐啊，就算若欢有错，那也等老爷回来再说吧。等老爷回来，你等得了，你女儿等不了。她今天敢跳墙逃走，明天就敢跟男人私奔。允薇，为了你妹妹的脸面，为了杜家的声誉，还不按住她？快一点！从今天开始，不许你出门，不许听电话，不许接信件。只要有我在，就不允许你做出有辱杜家的丑事。少峰他是爱我的，他会上门来求婚的。我们的爱情不是丑事，不是。还嘴硬！母亲，母亲，这样对若欢只会适得其反，把她推向李少峰。这个家，做恶事的总是我这个做婆婆的。你还是做你的贤惠烂好人去吧。母亲，我不是烂好人，只是更了解若欢。爱情比她的生命更重要，强行阻拦，只会让她一心只想逃走。如果想要留下她，要靠全家人的努力，少一些责骂，多给一些家庭的温暖，焐热她的心。你好像很了解若欢的心思，将心比心，想到了你自己是不是？不是的，母亲，您误会了。妈，别打了。等这一阵子兵荒马乱过去了，若欢她喜欢学什么，想去哪里上学，都让她去好不好？哪怕她要去巴黎，哪怕她要去檀香山。教导若欢，就好像治理洪水一样，不能光去堵，还要去疏导。女人啊，就应该到外面多走走，长长见识，免得到头来变得自以为是。好吧，若欢的事就等老爷回来，让老爷定夺吧。红雨，你听好了，如果你安分守己，能为允堂开枝散叶，我会为你做主的。红雨，谢谢太太。都回去吧。走，容妈。走吧。苏西。
小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若欢身上到底有什么，能让李少峰穷追不放呢？到底有什么呢？哎呀，你快告诉我呀！这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。除了钱，杜家的股份，还有各个势力角逐的靖邦街码头，肯定还另有目的。让他不惜用婚姻来拴住若欢。糟了，你都看不清楚，那还有谁能看清楚啊？这个杜家，也只有老爷一个明白人了。可他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？老爷呀，你好不容易回了家，就安心的养养，别太烦心了。俗话不是说嘛，车到山前必有路啊。我也希望如此。老爷呀，外面的事儿呢，我们插不上手，家里的事儿，也得老爷拿个主意。这一大早，李少峰就上门求婚，您看怎么办？这个人如果再来的话，你就告诉他我在外面还没回来。哎呀，老爷，若欢一心盼着你回来，答应李少峰的求婚。若欢这个孩子他太苦了，是我们对不起他。他就这么一个心思，你就依了他吧。再说了，李少峰又不丑又不穷的，答应了吧？啊？本来论出身，他是雪竹的弟弟，他和若欢是很般配的。不过这个人，他心机太重了。男人没有心机也不会成事业。老爷，最近我真的让若欢闹得太烦了。既然李少峰肯明媒正娶，那我们倒不如赔一份好嫁妆，成全了这门婚事。您说呢，老爷？我想听听两个儿媳妇的意见。父亲、大妈、母亲。啊，雪竹啊，我想听听你弟弟黎少峰想娶若欢的事情，你有什么看法？不是我自己夸自己的弟弟，我们家少峰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万里挑一的音乐才子。若欢如果真能嫁给我弟弟，那也算是上上之选，不可多得的婚事。玉婉，你呢？你的看法怎么样？父亲，我觉得黎少峰的动机很可疑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玉婉呐，你是不是不想让若欢找一个好的婆家，所以从中作梗啊？不是的，我是真心实意希望若欢能够得到幸福。如果黎少峰是以门当户对来求亲，最多算是过分现实。可他现在打着自由恋爱的旗号，两个人才情性格又有明显差距，动机真的十分可疑。现在若欢陷得越深，婚后受苦也会越重。童玉婉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这不摆明了说我们家若欢配不上吗？说什么呢？玉婉是一片好心，你真不识好歹。玉婉，没必要管他们的闲事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全家的女眷里面，只有玉婉是个明白人，她一票定乾坤。我决定了，若欢不能嫁给黎少峰。哎呀，老爷，你能不能再重新考虑一下呀？
若欢是真心喜欢李少峰的。我总觉得，如果若欢嫁给李少峰，她将会一辈子看人脸色。哎呀，够了，不说这个了。你去把允堂还有永威叫到我书房去。是老爷。玉婉，你也去书房等我，一起听听。是。老爷，你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。老爷，你身体不好，从今往后啊，家里面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你就别理，啊，别弄得自己负担太重，消停点儿，啊。好。外面啊，黑云压城。我现在在尽我所能，为杜家避风遮雨。我是怕我呀，力不从心了。老爷，这罗汉远看来真的出事了。父亲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他离开上海，随身携带很重要的东西。我本以为他已逃离了追杀，没想到到现在他还没给我打电话。这几天沈志佩的战时稽查队到处抓人，罗汉远可能是被他们抓了。哎，父亲，没关系，这事交给我，我认识的人多呀，我打几个电话，最多费些钱，我就把他给弄出来了。关键的是，他身边带的东西重不重要，犯不犯忌讳？与静水流深那个特殊账户有关。静水流深，是不是牵扯到什么政治事件？那会杀头的，父亲。我们要赶在沈志佩发现这个真相之前，把汉元给救出来。父亲，追杀罗经理的，是不是沈志佩的人？恕我直言，罗经理先不能救。为什么？杜家树大招风，轻举妄动只会受人把柄，不如先静观其变。也对。不过救我们的人是周廷琛。林堂，你觉得那个杀手为何而来啊？爸，你有答案了是吧？如果真的是他们，那将是最难缠的对手。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怎么像打哑谜一样？好了，这事情今天到此为止。允堂，你留下来；允卫、玉婉，你们先出去。父亲，我也是您的儿子，我有什么不能听的？你怎么就让允堂一人留下来呢？允威啊，你能不能听我说的话呀？我当然听您的话了。父亲，但我求您，不要再跟孙中山联系了。他是乱党，会毁了杜家的。闭嘴！如果你不想杜家有什么状况，你今天所听到的每一句话，一句都不能漏出去。你听见没有？听到了。父亲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允堂，玉婉，你不想知道周廷琛的近况吗？那就问吧。何必装出一副隐忍、委屈的模样呢？这个不像你啊。不像我？
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样的？你以前不是想说就说，想看就看吗？而且还口口声声说什么自己问心无愧、坦坦荡荡吗？问或不问，对他的安危又能有什么帮助呢？我终于想明白了，牵挂一个人不一定要说出口，甚至不一定要看到他。可是你到最后还是说出来了，你牵挂他，因为他是你的初恋。不管你说不说，不管你看不看，在你的心里还是会有他的影子。你还不是一样，心里始终有清平的影子，所以才会情不自禁。我理解你，我应该离开你们。我不管怎么样，你可以骂我，你可以吃我的醋，你可以生我的气，就是不许离开我。以前不许离开我，现在不许，以后也不许，你明白吗？允堂，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？难道你不明白，我们之间跟以前不一样了吗？怎么了？来，坐下。这是干什么？我要和宝宝说话。他听不见的。父子连心，这事你就不懂了。宝宝比你聪明多了。宝宝，你知道吗？不管怎么样，爸爸都不会让你和你妈妈离开。一定会让你们得到幸福。爸爸以后只要你们两个。宝宝还没出世，爸爸就会说谎骗人。我是说真的，宝宝，爸爸真的没有骗你。爸爸是个言而有信的爸爸。要是妈妈还是不信的话，宝宝可以给我作证，对不对？嗯？怎么？天哪！他真的动了！玉婉，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有一种感情，实在是情不自禁。允堂，我怎么再给你一次机会？我们的感情被玷污了，还能洗干净吗？还能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吗？哎，雪梅，玉婉，你怎么来了？里边坐，我这儿正好有你最爱喝的英式红茶呢。
招娣倒2杯过来。好。你呀，都不来看看我，这么长时间没见你，我可想你了。我看你最近好像瘦了，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儿啊？我最近发生了好多事儿。上海虽大，可是能说话的也只有你一个人了。其实我也有好多烦心的事儿要跟你说呢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杜家又出了什么事儿啊？允堂让红雨怀孕了。怎么能这样呢？他不知道你已经慢慢的爱上他，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了吗？雪梅，为什么连你都能看清楚的事情，允堂却不明白呢？我以前容忍红雨，是因为我对允堂只有责任，没有爱情。可是现在，我只想远远的离开。该离开的是红雨，你才是杜雨堂明媒正娶的妻子。可是红雨怀孕了，她的身子很弱。你啊，一点都没变，还是侠女童玉婉，总是奋不顾身的顾着别人，自己有了什么委屈自己扛着。可是你别忘了，你现在也怀孕了，你是肚子里孩子的妈妈呀。为了孩子的安全，你现在说什么都不应该离开杜家。是啊，为了他，我就像被捆住了手脚一样，哪怕心里再憋屈、再难过，我也离不开这个家。也许这就是母性吧。哎，雪梅，你怎么对母性了解得这么透彻啊？我是不是沈之沛走了？你有点想念他了？我不清楚，我心里好乱。我还记得2年前，你对沈之沛只有仇恨，只有恐惧。我还以为你们2个之间根本不可能产生感情。不过现在我看，你和他之间已经有了温度。温度？我跟将军的感情就像保温瓶里的隔夜热水一样，慢慢品尝也不是不能接受。可是真正的爱情是火焰。你是不是看了什么爱情小说，被小说里的男主人公给迷住了？不说这个了，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烦心事儿啊？是啊，我那个小姑子若欢，口口声声地说你哥哥少峰爱她，一心一意要嫁给你哥哥。可是你哥哥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，你应该明白吧？我明白。雪梅，帮我劝劝你哥哥吧。他既然不爱若欢，就放过若欢，别再招惹他了，好不好？你放心吧，我不再让他造下任何罪孽了。雪梅，你先别生气。玉婉，我娘家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，雪梅？你在干什么？又是画星星，又是画月亮的，想骗小女孩吗？你从哪里听到的流言蜚语？到底是流言蜚语，还是你私定终身的事实？你说过，你不喜欢杜若欢的。你听我解释。你的话，到底哪一句是真，哪一句是假？你信任我就是真，不信任我就是假，真真假假都在你心里。为什么只要求我信任你？我
能不能小声一点？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吗？你追求杜若欢的时候，怎么就不怕所有人知道呢？你就只瞒着我是吧？这是什么？你给我，给我！你放手！你疯了！你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？你没事吧，雪梅？怎么样？我为什么不可理喻？因为我怀孕了。把孩子打掉。不，我宁可死，我也不会把我们的孩子打掉的。雪梅，你冷静一点。这事要让沈之佩知道了，不光你我的性命，就连我们的孩子，也一样会被他杀掉的。与其这样，倒不如……少峰，手给我，这是我和你的孩子，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，我不能放弃他，我不能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。好，既然如此。不要！雪梅，我知道我没用，我保护不了你，也保护不了我们的孩子。让我痛快地解决自己，省得连累你们。不要！如果你不在这个世上了，我也不会苟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只要我还活着，沈之佩知道了真相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我。倒不如让我痛快地解决自己，这样你和孩子，说不定还有一条活路。不要，少峰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牵连你的。我会离得远远的，自己一个人把孩子生下来。真的。外面兵荒马乱的，我怎么能放心你一个人走呢？我是爱你的，无论我做什么事，这一点永远都不会变。那你做的事情，包括娶杜若欢吗？如果我不结婚，沈之佩他迟早会知道我们的关系。如果我娶了杜若欢，我可以让她假装怀孕，把我们的孩子交给她抚养，这样所有人都不会怀疑我们的。不，我不会答应的，这样对谁都不公平。但对我们的孩子公平。作为一个母亲，应该为孩子着想。
孩子。对，为了我们的孩子，雪梅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不爱杜若欢，但我会善待她，相信我。好了，别难过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呀。黎少爷迟早是要娶亲的，将军说回来就回来。你这肚子里面有什么，我不想知道。但是不要怪我没有警告你，如果这件事情让将军知道，你跟黎少峰一个都活不了。走吧。